让无人机飞越山谷的一座大山时，无意间发现2栋房子隐藏在密林当中。房子周围看不到任何田地，也看不到任何道路可以直达。当我们沿着大山里的林间小道一路前行，参天古树拦腰折断，变成了拦路虎。隐藏在大山里的2栋房子近在眼前，周围的景象豁然开朗。这里的环境十分优美，房子周围的环境让人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60年前。到底是谁选择居住在这个大山里面？这个房子到底是作何用途的呢？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里的神秘面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人，岁岁安兰。大家看看我周围的场景，今天我又来到了大山里啦。刚刚我们在这个位置用无人机探寻了一下，在我身后这座大山里发现了有一栋房子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的人在此居住，所以我们决定沿着我身后这条泥巴路走进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。天气终于放晴了，但是呢，整个天空啊还是乌云密布。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没有雨，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呢准备去山里面走一走。不过，连续10多天的阴雨天气啊，导致这个山上的这条泥巴路啊特别的不好走，比较湿滑。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山的入口处，我们看看这里是全部围起来了，右边一条路，左边一条路，我们沿着左边走吧。哇，这个山路好陡啊！要是大太阳的天气，走到这个山里面呢，可能就会比较舒服。整个山你看看湿漉漉的，但是，我们是看过天气预报以后啊，才决定进到山里面来走一走，登山。然后呢，我们无意间看到这个山里面啊，居然有一栋房子，而且周围都没有看到非常有明显的路走进去，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旁边开辟的这条小路走进去瞧一瞧。雨过天晴后，这个空气的确是非常清新，然后呢，人也比较舒适啊。这个山里面好多这个山底下著名的祖坟呐，他们的祖辈长眠在此啊。右侧全部都是别人的坟地啊，这些路面应该都是后期做了一些修整，要不然啊没办法走。地上全是落叶。要是冬天来，这个地面呢就会比较干燥，因为冬天雨水不多。现在春季4月份到处都是雨啊。我怎么听到了山泉水流淌的声音？是的，这边应该是下山，我们应该走这边。这是条上坡路，走这边，因为我们看到的房子在那个山的上面，在那个山凹里面，我们去看一看。这应该都是后期，用挖掘机开辟出来的一条路啊！你看，
右边也是一座坟地。看这一侧，全部都是挖掘机开挖出来的，全部是泥巴路，一丁点石子都没有。小心啊！这个地方就有一些碎石头了。这些碎石都是山里面的一些碎石，都不是人工铺的。哇，爸爸，这里还有野生的木耳。这里。这是木耳吗？是的。这个木耳能吃吗？应该不能吃吧？应该不可以。好吧。啊，这山里面到处都是郁郁葱葱啊。不过我们居然还没有看到盛开的什么杜鹃花呀、桃花呀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花朵。有。慢慢走吧，这个山泉水没有太大问题，不会把鞋子打湿的。这个地方竟然还有山泉水，我还以为是哪个馆子肉了嘞。因为天天下雨，肯定是到处都是这种山泉水，只是有大有小。哇，这个是什么花呀？看看。哦，这个是杜鹃。啊，这个也是杜鹃花，是不是？好红啊，好显眼。好，我给个近景。啊，雨过天晴以后，这个杜鹃花显得格外的漂亮了。还有鸟儿的啼鸣。在大山里面，就是鸟儿的栖息场所啊。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走的这个大山里面，因为相对来说会是比较安全的。像那种完全是属于无人区的山呢，我们也不敢走。或多或少呢，里面因为安全系数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。像这些山里面呢，我们基本上只要看到有人活动过的痕迹啊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往里面走一下。尤其是这个山里面，我们居然还可以看到有房子，所以我们更敢往这个山里面来步行了。能住到这山里面，在这个山里面有房子呢，那就肯定会经常有人在这里面活动，甚至是有人在这里面呢搞养殖业啊，或者是原有的村民啊，仍然坚守在这个山里面。稍微走一下啊，就满头大汗了。这个路面没想到还算是比较干净，也没有太松的雨水啊。看看这些野生杜鹃花是真漂亮，上面都还有雨水。看看这上面都别人还系了绳子，应该是一些驴友在上面系的。登山爱好者，这里也有。是的，这就是一个行进路线啊，就不会迷路啊。这边呢是一个上坡。我怎么看到那个地方有房子？哎，对了，前面是有房子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下到那个山谷里面去看看。我们无人机飞过这个山的时候呢，就是看到这个山有瓦片，但是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看不清，因为树木太多了。有2栋房子哟。那我们走进去看一看。这个林间小道还不错，
不是那么湿滑。天晴以后，你看这个鸟都显得更欢快。红绢房，这里还有一口池塘，为什么还有源源不断的山泉水流进来？你看这里就是到处都是走子啦，好吧，往前走吧。所以这里以前应该是有很多人住，这里居然挖了池塘，它就是起蓄水的作用，所以这里肯定会农田啊、土地呀、种菜呀各方面，会有很多人住在这里面。它这个有一个好大的树挡住了啊。这个地方之前还有这种木桥。这是方便别人从这里经过啊。哇，这么大一棵树，拦腰折断了，应该是大风或者是雷把它给劈倒了。好吧，你想方法看怎么过去吧。直接爬上去啊，没有问题啊。这个树很稳当的，好大的树，它不会有摇晃的。这个树应该有100-200年了。只可惜被雷劈倒了。这棵树怎么感觉好像是从这个上面劈倒的？是的。哇！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用途的。这个房子看起来还不像普通的居民房呢。这还甚至还做了水泥地面。这个山里面到处都是这种参天古树啊，而且这里都还有水泥地面，这里还有水泥的这种台阶。这个房子看起来以前是一个宿舍区办公的地方。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场所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啊，木板上面的瓦片还好。这上面过道的这些木板，都还没有腐化的特别严重。这里应该是以前是一个办公场所。现在都废弃了。因为这是红绢房。啊，这里都上了。上面还有这个木板，我的天！对啊，你看到这边房子都上了锁，进不去了。这人在这里做什么用途？这个架子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。养殖还是说喂鸟的？这上面都上了锁。这里有风箱，好多废弃的空瓶子。这门口这些树啊，都是几十上百年了。下面那一块地应该是一块菜地，那里还有一个桶，应该这里是住的有蛮多的人，只不过现在看上去没有人了。这里应该是一条下山的路。
待会儿我们走走看吧。我们先上到上面的房子去看看。这个房子，应该是上60、70年代所建。我觉得上面那个房子应该不是这个居民。应该也是做办公用途的。我们看看。啊，它这个地方风景真的是不错。往前走吧。这个瓦片上全部是树叶，下起大雨的话，这个雨水啊游不赢，这样子就会渗水到房间去。上面都是石头垒砌的一个地基。这还有一个蓄水塔。那个山坡上有个蓄水塔呀。东山林场。啊。阳谷工区护林点。这里应该就是一个林业保护地点。这棵树应该是桂花树还是什么？好大一棵呀！这上面的木板呢，就做了翻新，看到吗？下面那个也做了翻新。对了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现在太阳起来了。有人吗？你好，有人吗？阳谷工区。我感觉有人住啊。打扫的挺干净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看。这里是一个厨房，还好多木材在这里。估计这里有人住。这里还有橱柜。上面的瓦片都放过了，还有这个横梁，所以这里面不存在有漏水。好，我们去这边看看。这里还有一个看电视的卫星天线。都长草了。这个房子里面都做了点点粉刷，上面还吊了顶。这边是洗手间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办公场所。我们看看这一侧。这边是电线的接入点，看到了吗？这里也长了好多笋。所以这栋房子的电线接入方式是走地线，通过山下拖上来的，没有电线杆。这里呢没看到网络，所以这里通了电。水呢就肯定是喝山泉水了，因为山里面呢它不可能有自来水，有纯天然的矿物质山泉水，会更加的有营养，对人体还会更加有帮助。好吧，这样子看来，这个林场也废弃掉了，没有人居住了。不过上面的这些电表啊，还有这些走廊过道的木顶啊，应该是有人在维护，还是偶尔有人
到这边来歇脚，或者是一些驴友啊、登山爱好者啊，会到这个地方啊临时休息一下。它这个以前还是绿化带嘞，这里还有那里。是的呀。如果都被野草给寄生了。在门口种的应该是茶叶。是的，是茶叶。是的，茶籽树、茶叶。因为在这山里面都是天然无污染的。啊，这个地方的环境、空间还有采光都非常不错。唯一的不好呢，就是只有泥巴路，连碎石路都没有。这还好崎岖，好难走。哎。这个山的后面呢，还有一条小路可以走上去。刚刚我们用无人机看到的房子就是这一栋了。这样看来，这个房子废弃了，没有人住了。可能废弃的时间不久，因为山顶上都还有取水的这个水塔呀，包括这个房子都做过一定的修缮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到这个山里面来，没看到这个房子的人住在这里面，我们只能够简单的看看。但是不过，要是有人选择住在这里面呢，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，最起码空气啊，对人的身心啊，还有对心灵方面呢，是有一定的治愈功能。毕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周围的环境啊，还有我们可以听到鸟儿叽叽喳喳的声音。没想到经过我们30-40分钟的徒步，看到的这2栋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。要不然我们都可以向住在这里的人了解这2栋房子以前的生活场景和这座大山的情况。看样子这2栋房子已经废弃多年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